一起来看精彩短剧，她是乔小姐的顶级白月光故事解说。18年前，梁家保姆为攀附富贵，狠心调换并遗弃梁家亲生女儿乔新叶，将自己的女儿梁雨桐取而代之。18年后，乔新叶被亲生父母寻回，可等待她的从不是迟来的亲情弥补，而是梁家全员无底线的偏心纵容，以及未婚夫齐言的彻底背叛。无尽的委屈与打压将她逼入绝境，也让她彻底褪去温顺，心生决绝。齐言更是肆无忌惮拿捏乔新叶的软肋，以切断所有经济来源威逼利诱，直言他一旦脱离自己与梁家，根本无法在港城立足。步步紧逼的胁迫，毫无退路的困境，让乔新叶满心不甘，暗自下定决心，要让所有欺辱算计他的人亲眼见证他藏于深处的真正底气与后台。而在他深陷困顿，众人联手欺压之际，神秘大佬荣川悄然现身，温柔安抚，强势护他，一句不用怕，我来了，成为他黑暗境遇里唯一的救赎。故事的转折始于一场看似寻常的婚纱挑选。大婚在即，乔新叶独自挑选婚纱，身边有人忍不住感慨婚纱精致，疑惑齐言为何缺席陪同。乔新叶神色淡然，只以对方公务繁忙轻轻带过。可有人接下来的一句话彻底撕碎了虚假的圆满。他方才在医院妇产科亲眼撞见了齐言与梁雨桐同行。妇产科本是特殊场所，婚前男女结伴现身，行径格外刺眼。有人愤愤不平，直言梁雨桐心思叵测，齐言品行不端，极力劝说乔新叶取消婚事。平复心绪后，乔新叶回望过往，次次风波非议，所有恶果罪责，最终背负一切的从来只有自己。他瞬间通透，当即搁置婚纱挑选，决意亲自上前对质，问清所有纠葛。乔新叶找到齐言，未等他开口，对方便率先提出推迟婚礼，借口梁雨桐已然归来，身体抱恙需要休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妄图安排乔新叶就读心仪的圣德亚大学，甚至劝说他出国深造，实则是想为梁雨桐腾出位置，光明正大陪伴在侧。齐言假意温柔劝说，婚姻不必急于一时，可虚伪的说辞早已被乔新叶彻底看穿。他态度决绝，直接告知无需推迟，婚礼直接取消。突如其来的决定让齐言大惊失色，怒斥他丧失理智，任性胡闹，还不断辩解，承诺待梁雨桐病愈离开后，会为他补办一场更盛大的婚礼。乔新叶根本不信这套说辞，直击核心质问二人的出格行径，拆穿梁雨桐所谓的身体不适，直指其大概率是怀有身孕。面对连环逼问，齐言始终含糊其辞，刻意回避，不肯正面回应两人的暧昧关系，只因为让乔新叶安分守己，不要轻易离开，还变相暗示梁雨桐身负人情债，暂时无法脱身。虚伪的搪塞彻底耗尽了乔新叶最后的耐心，他不再迂回，当众道出尘封18年的身世真相。当年是梁雨桐的生母，梁家昔日保姆，为贪图荣华富贵，恶意调换了2个孩子的人生，丢弃了身为正统千金的自己，让梁雨桐窃取了他18年的富贵人生。可他回归梁家后，家人早已习惯养女的存在，偏心成性，从未给过他一丝温暖与包容。梁家从来没有真正属于他的位置。即便真相大白，齐言依旧一意孤行维护梁雨桐，反复承诺会送走对方。彼时旁人议论纷纷，都清楚乔新叶才是梁家正统千金，也知晓2年前他曾被齐言逼迫离开港城。众人皆叹偷来的福气与偏爱终究无法长久。随后有职场旁人借机挑衅乔新叶，嘲讽他身为齐家未婚妻，却只能独自寻夫，质疑他在齐言心中的地位。面对恶意刁难，乔新叶气场全开，从容回击，直言齐家主母之位自己唾手可得，反讽对方连齐家大门都无权踏入，更是强势放话，只要自己不退场，旁人永远无法取而代之。他心态洒脱通透，一语点破局势。自己离开齐言尚可另寻良缘，而攀附他人生存的人，一旦失去这唯一依仗，便一无所有。挑衅者被戳中痛处，恼羞成怒上前阻拦。关键时刻，梁雨桐柔弱登场，故作无辜委屈，声称自己只是归港养病，绝无破坏2人婚事的心思，恳求乔新叶不要误会。这番惺惺作态让乔新叶倍感厌烦，可齐言早已被偏私蒙蔽双眼，误以为乔新叶无理取闹，当即上前护住梁雨桐，让人带走乔新叶，取回他的随身物品。事后梁家众人轮番劝说施压，指责乔新叶紧抓过往不放，心胸狭隘，全然忘却3年前他遭遇重伤，险些殒命的车祸，反而一味偏袒加害者梁雨桐，指责他偏执记恨，刻意针对。家人的双重标准与极致偏心，让乔新叶彻底心寒。他自嘲反问，既然满心满眼都是梁雨桐，当初又何必费尽心力找回自己？可家人毫无愧疚，
反倒继续指责他冲动易怒，不够理智，以梁雨桐身患重病为由，要求他全盘包容退让，默许其言全程陪护，推迟婚礼。一次次的道德绑架与偏私压榨，让乔欣叶彻底厌倦，不再争辩辩解，任由家人随意编排。闺蜜唐素见状贴心宽慰，直言劣质男人不止留恋，还扬言为她介绍更优质的良缘。乔欣叶坦然应允，这份淡然反倒让唐素忧心不已。随后乔欣叶坦然告知，自己方才已然动手惩戒了齐言与梁雨桐。唐素全力支持，劝他不必忍让渣男贱女。几番闲谈后，乔欣叶下定决心，让唐素公开发布公告，正式取消与齐言的婚约，同时附上祝福，祝愿齐言、梁雨桐长相厮守，还特意叮嘱要将两人现身妇产科的同框照片公示，放大妇产科字样，让众人看清真相。唐素疑惑询问，2年前便看透齐言人品，为何依旧与其订婚，筹备婚礼？乔欣叶淡然解惑，这场婚约本就是各取所需，彼此制衡，从未有过真心牵绊。可他刚敲定所有事宜，就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梁家冻结停用，家人为逼迫他妥协，直接切断他的经济来源，用最直白的方式彰显偏心。唐素气愤不已，当即转账20万为他应急，却被乔欣叶婉拒。没人知晓，看似无业，依靠婚约度日的乔欣叶早已手握底气，私下经营着旅游设计工作室，开业第1年便斩获100万收益，更是持有旁人无权触碰的顶级黑卡。这份深藏的实力让闺蜜震惊不已，也为后续反转埋下伏笔。另一边，齐言疯狂联系乔欣叶无果，找到他后便肆意指责他任性胡闹、小题大做，控诉他将私人感情纠葛闹上热搜，人尽皆知。他依旧极力洗白梁雨桐，声称对方只是养病无辜，反咬乔欣叶恶意揣测，刻意抹黑。面对齐言的诡辩，乔欣叶犀利反问：若是梁雨桐品行端正，问心无愧，2年前为何仓皇逃离港城？齐言却颠倒黑白，辩解当年是乔欣叶步步紧逼，才逼得梁雨桐被迫出走。他反复承诺梁雨桐病愈即走，还以乔欣叶的家人施压，扬言他继续僵持，最终只会自食苦果，甚至变相驱赶，催促他按时缴纳租房租金，言语间竟是冷漠疏离。就在争执之际，梁雨桐突发不适，紧急催促齐言赶回医院。齐言瞬间慌神，匆匆安抚病弱的梁雨桐，转头便勒令乔欣叶自我反思，直言近期所有人都会优先顾及梁雨桐的病情，让他好自为之。这般双标冷漠，让乔欣叶忍不住冷笑。可齐言依旧盲目自信，笃定他只是赌气闹脾气，根本舍不得彻底断绝两人的关系。医院病房内，梁雨桐与母亲私下抱团算计，他假意自责惹乔欣叶生气，让众人两难。梁母却极力安抚，将所有过错归咎于乔欣叶，嘲讽他乡野长大，性子骄纵蛮横。母女2人达成共识，坚决不为乔欣叶解冻银行卡，意图用经济封锁磨平他的棱角，逼迫他低头服软，习得所谓的大家闺秀仪态。梁母更是动用资源，为梁雨桐安排港城顶尖专家，全力调理身体，偏爱至极。与此同时，闺蜜偶遇乔欣叶，见他看似落魄，误以为他没钱度日，被迫找工作，再度主动借钱相助。乔欣叶坦白自己的工作室营收颇丰，早已实现经济独立，无需依靠梁家、齐家分毫，只是叮嘱闺蜜低调保密。闲谈间，闺蜜提及顶尖妇科天才教授靳阳，还托付乔欣叶次日陪同自己购置减肥药，为肥胖抑郁的表哥调理身体。乔欣叶顺势感慨，人生本该及时行乐，无需为外物，身材过度内耗，心态早已豁达通透。此时的齐言已然陷入偏执，因无法联系乔欣叶而满心烦闷。下属汇报，乔欣叶已然彻底失联，拉黑了梁家、齐家所有人的通讯，彻底斩断往来。齐家家人满心无奈，埋怨梁雨桐不知分寸，激化矛盾，打乱了所有婚事部署。可齐言依旧无脑维护，将所有过错推给乔欣叶，认定是他小题大做，无理取闹，只因梁雨桐自幼依赖自己，体弱多病，便执意相伴左右，百般纵容。齐家众人怒其不分是非，轻重颠倒。深夜打算亲自前往锦江天城与乔欣叶对峙，刻意拦下冲动的齐言，避免矛盾激化。众人感慨，乔欣叶性情执拗，满心怨气，皆是年少缺失陪伴，常年受委屈所致，情理之中。随后家人质问齐言冻结银行卡一事，得知真相后震怒不已，直言此举只会加深乔欣叶的恨意，勒令他次日立刻为其解冻。深夜，齐家家人独自登门缓和关系，反复劝说乔欣叶，梁雨桐只是短暂养病，病愈便会彻底离开，承诺不会再滋生事端。可乔欣叶早已心灰意冷，直言所有纠葛皆与自己无关。
家人依旧不死心，以婚姻非儿戏，日后无人依靠为由强行施压，劝阻他不要冲动退婚。乔兴业清醒回击，正因婚姻不容儿戏，才绝不跳入这段满是背叛与不公的错误姻缘。他直言，婚前齐岩便主动提出推迟婚礼，所有变故从不由他而起。梁家若执意攀附齐家权贵，舍弃尊严，自己绝不奉陪。软劝无效，家人即刻强硬施压，拒不接受退婚，指责乔兴业动手伤人，当众羞辱齐岩，过错在先，还以解冻银行卡为筹码，诱导他妥协反思。面对威逼利诱，乔兴业态度决绝，直言无需解冻银行卡，婚事绝无挽回余地。家人见他毫无退让之意，只能气愤离去。屡次碰壁的齐岩彻底失了耐心，深夜带人强行开锁闯入乔兴业公寓，怒斥他脾气暴躁，任性妄为。两人对峙间，齐岩全然不顾自身过错，反倒要求乔兴业为下厨做饭伺候自己，全然忘记2年婚约里从未享受过他的照料，一直都是梁雨桐贴心煲汤上门照料他的起居。幡然醒悟的齐岩随即退让，承诺婚礼照常举办，想要平息风波。可乔兴业早已看透其反复无常的本性，嘲讽他上午推迟婚礼，半夜改口挽回，毫无信誉。就在两人僵持之际，紧急电话突袭，梁雨桐病情突发，危在旦夕，急需齐岩赶回医院。情急之下，齐岩一边匆忙致歉，承诺婚礼如期举行，一边勒令乔兴业次日陪同出席宴会。这番敷衍的权衡取舍，彻底激怒了乔兴业。他直言，自始至终自己从未被平等对待，全程沦为旁人权衡利弊的棋子，绝不接受这般随意摆布。齐岩被对得哑口无言，气急败坏赌气让他与梁雨桐相争，想看他究竟能强硬到何时。另一边，医院传出噩耗，梁雨桐被紧急送入抢救室，确诊身患子宫癌、严重心脏病、肝脏病变等多种重症，全身多器官受损，病情危重。梁家众人悲痛不已，将病因归咎于他独自海外生活，无人照料。齐岩情绪失控，霸道勒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，否则便让全院停业，蛮横姿态惹得旁人暗自吐槽。得知消息的乔兴业格外淡然，只觉可笑，自己不过甩掉不忠未婚夫，却被全员针对，风波不断。唐素得知他主动取消婚礼，震惊于他能彻底放下2年感情。乔兴业坦然坦言，外界皆以为他深爱齐岩，实则他早已清醒，毫无半点留恋。两人谈及梁雨桐的重病，唐素直呼报应不爽。乔兴业随即道出关键，唯一能对症调理梁雨桐身体的顶尖教授晋阳突然出国手术，医院内无法返程。面对唐素的追问，他坦然承认晋阳出国是自己暗中安排。局势瞬间明朗。齐家长辈本就轻视梁雨桐的保姆出身，如今他重病缠身，缠身累赘，齐家必然彻底放弃扶持，只会全力催促齐岩与乔兴业完婚，稳固两家联姻关系。事态发酵后，梁家伯母主动邀约乔兴业回老宅吃饭，假意温情示好，不仅亲自下厨，还赠与他巴黎购入的限量款项链，态度极尽亲密。可转瞬之间，便下意识感慨项链戴在梁雨桐身上定然更美，细微之处尽显偏心。众人刻意支开旁人，制造乔兴业与齐岩的独处机会，想让两人和解。私下里，豪门子弟纷纷嘲讽乔兴业毫无大家闺秀仪态，不解齐家长辈为何执意认可她做少夫人。同时众人焦虑不已，晋阳缺席后，其余医生无法对症施治，梁雨桐身体孱弱，根本承受不了大型手术，病情彻底陷入僵局。伯母顺势将所有压力抛给乔兴业，直接质问他是否刻意支开晋阳。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伯母震怒不已，指责他心胸狭隘，趁人之危，在梁雨桐性命堪忧之际，依旧执着私怨，刻意报复。面对道德绑架，乔兴业冷静回击，梁雨桐坐拥顶级医疗资源，充足资金，完全可赴海外救治，没必要强求晋阳回国，更没必要步步紧逼，逼迫自己妥协。伯母依旧固执偏袒，强调只有晋阳能稳住梁雨桐的病情，减少病痛。见乔兴业不肯退让，齐岩当众摊牌，表明自己的最终立场。梁雨桐一日不康复，两人的婚礼便一日不举办。若乔兴业持续作对，最终只会堵死自己在港城的所有退路。乔兴业气场无惧，强硬回击，自己无惧任何困境。可梁雨桐未必能熬过这场重病，对方若执意逼人太甚，谁都别想安稳度日。凌厉的气场瞬间震慑全场，让齐岩语塞沉默。伯母见状连忙打圆场，主动为齐岩的糊涂行为致歉，苦口婆心劝说乔兴业再给一次机会，承诺会严加管教齐岩，尽快送走梁雨桐，还直言若他执意退婚，失去齐家庇护后，偏心的梁家只会变本加厉苛待他，让他彻底在港城无立足之地。这番威胁未能撼动乔兴业分毫，
他清醒通透地坦言，自己早已熬过最窘迫的岁月，无需依附任何人求生。齐言从未给予他基本的尊重与偏爱，这段感情本就毫无存续意义。说完便转身决然离开老宅。乔兴业离去后，齐家众人怨声载道，纷纷吐槽他高傲自负，不识好歹，笃定他离开齐家，再无豪门子弟愿意迎娶，暗自不解长辈为何执意敲定这段八字相合的婚约。齐言不甘心就此收场，快步追出拦下乔兴业，强行阻止他离开。为求退让和解，他承诺不再接触梁雨桐，婚礼如期举办，唯一要求是让晋阳回国治病。乔兴业一眼看穿其虚伪，直言他所有妥协都是为了梁雨桐，从未有半分真心悔改。面对齐言并欲即出国定居的空头承诺，乔兴业直言梁雨桐重病缠身，短期难愈，承诺遥遥无期，毫无可信度。他彻底斩断所有念想，官宣两人关系彻底终结。被逼至绝境的齐言恼羞成怒，质问他凭什么底气与自己决裂，肆意拿捏自己，还赌气让他不靠自己人脉，独立请回晋阳。乔兴业无意过多纠缠，只让他送自己前往东方国际大厦，谎称要面试找工作。齐言心生嘲讽，误以为他银行卡被冻结，走投无路，想要服软谋生。与此同时，病弱的梁雨桐持续示弱，哭诉病痛难忍，身心俱疲，渴望住进海边庄园，看日出日落度过余生。心疼不已的齐言当即开出5倍市价，租下港城顶级庄园浅湾厅蓝居，只为博他舒心。另一边，乔兴业独自逛街肆意消费，单日消费高达2000万。消息传到齐言耳中，他立刻上门质问，怒斥他挥霍自己的钱财，赌气发泄。乔兴业坦然回击，2年婚约里自己从未主动花销分毫，此番消费理所应当，无愧无亏。即便如此，齐言依旧试图以停手、成婚为条件谈判，被乔兴业坚决回绝，婚事再无斡旋余地。逆境之中，乔兴业的事业迎来高光突破，工作室斩获新川国际3倍溢价的大额合作订单，获得对方高度认可，锁定长期优先合作资格。团队士气大振，全力筹备新项目。事业蒸蒸日上的他，早已拥有独立于世的底气。夜色渐深，隐忍3年的大佬荣川悄然归港，下属将乔兴业3年受辱，独自隐忍，被梁家齐家联手欺压的遭遇悉数上报。得知心上人受尽委屈，荣川满心疼惜，怒火翻涌，第一时间奔赴相见。重逢之际，荣川气场凌厉，强势将乔兴业护在怀中。积攒3年的委屈瞬间爆发，乔兴业在他面前彻底卸下防备。荣川看着他居住的小户型公寓，满心不悦，直言以他的身份不该屈居如此狭小的居所。乔兴业坦然告知，这套房产是用他当年赠与的资金购置，独居已然足够安稳。荣川随即告知重磅真相，1年前盛家已然彻底覆灭，昔日威胁尽数解除，他再无后顾之忧。至此，乔兴业才知晓3年前的所有隐情。当年盛家以荣川母亲的性命相要挟，逼迫两人彻底断绝联系。荣川为保全他与母亲的性命，只能忍痛放手，隐忍别离，甚至默许他与齐言订婚，以此麻痹对手，换他平安。3年来，荣川母亲日日吃斋念佛，牵挂他的安危，两人皆在黑暗中默默坚守。真相大白，乔兴业百感交集，彻底读懂了荣川的隐忍与深情。而此时的齐言依旧满心满眼都是梁雨桐的病情，不停催促下属动用所有人脉，想方设法请晋阳回国诊治。次日清晨，齐言再度上门纠缠，疯狂敲门叫嚣，扬言若乔兴业拒不配合，便直接开锁破门而入。无奈之下，乔兴业只能让荣川暂时回避，独自应对纷争。破门而入的齐言意外撞见屋内藏有陌生男子，瞬间暴怒失控，认定乔兴业早已移情别恋，私下结交新欢，所以才执意退婚，不肯妥协。他当众恶意嘲讽乔兴业品行不端，抹黑他是为掩盖私情，才故意曝光自己与梁雨桐的纠葛，闹得满城风雨。隐忍多时的荣川不再退让，气场全开，强势护妻，厉声警告齐言，再敢出言羞辱，便让他无法安然脱身，付出惨痛代价。慑于荣川的强大气场，齐言满心不甘，却不敢放肆，只能狼狈离场。离去后，齐言立刻安排下属彻查荣川底细，可层层调查后发现，有顶级神秘势力层层阻拦，根本查不到半点信息，足以印证荣川身份尊贵，背景滔天，远超齐家所能抗衡。事后，乔兴业解释，方才刻意回避纷争，是不想居住已久的公寓沾染是非，变得杂乱。同时叮嘱荣川身居高位，行事需安稳守规，切勿冲动越界。荣川全然依从，事事迁就纵容。随后，荣川带着乔兴业搬离公寓，入住港城顶级庄园浅湾厅蓝居。
这座庄园是他为乔兴业准备的18岁成人礼，当年因故未能如期相送，如今终于弥补遗憾，兑现了他年少时随口许下的想看海边日出的心愿。久受压抑的乔兴业入住庄园后，身心舒展，胃口大好，彻底摆脱过往的压抑与困顿。戏剧性的是，其言此前高价求租听兰居为梁雨桐养病，却被工作人员直接回绝。庄园坐拥顶级资源，主人身份尊贵，根本不屑于赚取租金，绝不对外出租转借，丝毫不给其家情面。得知乔兴业现身顶级富人区，其言满心极度不甘，误以为他刻意攀附权贵，借新靠山打压自己，愈发执着查清庄园主人身份，拿下居所。此时的梁家依旧全员紧盯梁雨桐病情，在他数次痛晕、病情反复后，疯狂逼迫其言不惜一切代价请回晋阳。局势再度反转 ，F 国顶级豪门陆家继承人抵港，其掌控全球稀有矿产资源，实力远超梁家。趋利避害的齐家瞬间转变态度，决意放弃梁家这门弱势亲事，转头攀附实力更强的陆家，彻底动摇了对齐梁联姻的执念。反观乔兴业，事业风生水起，格局开阔，大手笔为全体员工发放高端福利，团队凝聚力拉满。面对其言依旧不死心的电话施压、恶意辱骂，出身粗鄙，他心态淡然，毫不动怒，直接利落挂断，任由对方气急败坏，无计可施。梁家穷尽所有人脉追查乔兴业下落，却始终无法撼动分毫。在荣川的全方位庇护下，乔兴业彻底隔绝所有纷争，安稳自在，无人打扰。不久后，乔兴业低调出席陪老寿宴，简约穿搭难掩气质，却惨遭一众豪门子弟抱团嘲讽排挤。众人污蔑他无情捡混入宴会，落魄蹭席，嘲讽他被齐家退婚，被梁家抛弃，身无分文，毫无依靠，狼狈不堪。面对众人的恶意驱赶，唐肃挺身而出，全力维护，与众人对峙。裴家后辈仗着主场优势肆意刁难，勒令乔兴业立刻离场。与此同时，齐言当众放话，此生绝不迎娶乔兴业，彻底斩断婚约，笃定他终将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价，余生穷困潦倒，无人依靠。全场跟风嘲讽，恶意奚落，所有人都认定乔兴业失去所有庇护，必将一蹶不振，落魄收场。面对漫天非议与打压，乔兴业不再隐忍退让，当众出手惩戒肆意挑衅者，气场全开，震慑全场。即便场面失控，众人哗然，非议缠身，他依旧昂首挺立，坦然自若，绝不向任何偏见与强权低头。至此，乔兴业彻底挣脱梁家的亲情枷锁，齐家的婚姻捆绑，撕碎软弱可欺的标签，在满是算计与偏见的豪门纷争中，活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底气、锋芒与坦荡人生。